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帆市郊区护城河附近，距市区有1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在不久前，确认是刘斌吗？确认了。发现一具男尸。现场围观群众太多了，马上疏散。领导，过去帮忙。是。正好我有事跟你说一下。去那儿说。走走走。 口鼻腔有蕈状泡沫，眼睑有出血点，支架子轻，窒息特征明显。口腔和颈部未见损伤，胸腹腔有膨隆，口鼻内可见泥沙。从尸表检验上来看，溺死特征明显，符合生前入水、溺水死亡，不是死后抛尸入水。这个人是不是畏罪自杀了？ 哎，你干什么的？请出去。我是法医，这个女孩的直播我看过，说是被生父侵犯，现在嫌疑犯溺水而亡，还是生前入水，我的推断很合理啊。是法医也不行，这是你的辖区吗？这是你的案子吗？你怎么知道不是？如果是呢？那你是？我是新来报道的法医，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叫我黄汉就行。黄汉，瞎推断什么呀？干好你的工作，这不是你的活。哦，这又是谁啊？彪哥，你怎么来了？我师傅张彪。我在河对岸发现了他的出租车，他将个人物品都在车里，没有被偷盗的征象，所以排除了因财劫杀的可能性。溺死多见于意外和自杀，罕见于他杀，有没有可能是意外溺死呢？打捞的同事说，这一片区域水下基本上都是水草，一旦被缠上，凶多吉少。前几年就有2个人在这里夜游溺死了。意外溺死的可能性并不大。刘斌穿戴整齐，很显然并不是下河游泳。要说是他杀的话，那就是凶手推他下河，那也不一定会被淹死。这个凶手未免也太蠢了。 除非我们在现场可以找到第三者的痕迹，否则，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你就是秦明啊！老陈很欣赏你，说说你的推论。寻死自杀，很有可能是被水草缠住之后溺毙的。但我问过打捞队同事，他们当时过于专注，一心想着把尸体给运上来，不记得身上是否有水草缠着。 我觉得秦明说的对，受父性侵案搞这么大，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程度的网络舆论压力吧？刘斌坐过牢，积极参与过劳动改造，有回归社会好好生活的愿望，所以我觉得吧，他不是那种被人说2句就要寻死的男人。这死亡方式，无论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我们尸检台上见吧。 目前情况怎么样？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不见了。对了，报案的那个老头说他天天来这钓鱼，根本就没看见过那刘斌。那要这么说的话，刘斌来到这片区域就属于一个偶然突发性事件。所以有可能嫌疑人是以乘客的身份让刘斌带到此处，再行凶。行凶之后，顺便带走了记录他身份的行车记录仪。调取全市所有的监控，锁定刘斌的出租车。 不能放过任何能查找到嫌疑人的细节。收到。另外，信管部门发来信息，刘丽丽直播自杀时发评论带节奏的小马甲，我们已经锁定了注册用户的手机号。太好了，你跟老赵一起去。哎，走了。哎呀，回来了啊！主任啊，你们2个去现场了啊？行，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互相介绍一下，认识一下。
另外呢，还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部门的职责以及发展的方向，算是一个早会吧。那恭喜主任啊，终于不用再对着我一个人训话了啊。好，那我有事先走，你们忙你们的。那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吧。既然要熟悉，就在解剖台上熟悉吧，干的就是这行。我同意。案件资料大家都看过了吧？开始吧。我叫黄欢，安然。逝者安息，生者愤然。内脏有淤血症状，左右心脏内心血颜色不一致，肺水肿，有粘发感。溺死死者吸入大量液体，肺泡内充满液体，用手揉搓，感觉就像是在揉搓一缕头发，这种情况就叫做粘发感。再加上肺叶间的肺泡破裂而形成的片状出血，即为溺死斑，是因为溺死而产生的脏器改变的重要特征。在他的出租车内发现了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刘斌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病史，很显然，他并不是死于冠心病。气管内有泥沙、水草。缓缓，提取死者肺、肝、肾内的硅藻样物，与现场水样硅藻做对比。明白。胃内有大量的溺液，水从死者口鼻灌入死者体内，未充盈。经过微波消解、真空吸附过后，发现死者脏器内有硅藻成分，与现场水样硅藻一致，可以判定他是在河里溺亡的。问题是，他是怎么溺亡的？颈部和枕部有皮下出血情况，一般这种部位受伤不会造成受害人昏迷，通常只有头部损伤才会昏迷，或者是神经元性休克。头皮上有尸斑掩盖，所以没有办法辨别有没有受伤。头部、枕部有皮内出血，属于轻微损伤，但不太可能致晕。我认为神经性休克的可能性更大。会阴部有细微变色，但是不明显。看到了，通过酒精的挥发使皮肤水分丢失，皮肤变薄，看到了损伤。睾丸有损伤，有出血，有生活反应，是生前损伤。也就是说，死者是被一个表面光滑、质地柔韧的物体攻击了会阴部，导致暂时性休克。比如说，徒手伤，有人用拳脚攻击了死者的会阴部。会阴部神经丰富，一旦受击，容易导致心率变慢、血压降低，从而突发性晕厥。严重的甚至可以导致意致死。不过这是极小概率事件，但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死者是以无意识的状态入水的。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现在提取死者的心脏做病理学检验。如果像你们所怀疑的受负心经真实存在的话，那么最恨刘斌的人就是刘丽丽，没错吧？性侵的真实性没有证据佐证，一切以此为推论的想法都是谬论。那两处出血和刘斌的死亡没有直接的关系，缺乏想象力。什么？死者头皮出现皮下出血，阴囊有肿胀，这些都是受外力攻击导致。皮下出血的特征呢，其实并不明显。你们看这两处，其实这并不是尸斑，原因是这两处的出血形成与刘斌的死亡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皮下出血的转轨过程是有固定时间的，起初不会在皮肤表面上呈现，最终会在皮肤上呈现。开始是紫色，随着出血逐渐被吸收，含铁血黄素的形成，
皮下出血可能会变成青紫色、青色、黄绿色，甚至是黄褐色。厉害啊！继续。我们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刘斌的死因是溺死，但奇怪的是，他的双手并没有抓握泥沙或者水草这样的求生反应，所以可以推断他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入水的。死者遇袭后有可能出现神经抑制的情况下溺毙，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刘斌是被人攻击后然后掉入水中死亡的。难道是他杀？刘斌遭有袭击后，体力不支落水身亡，心脏病发落水身亡，失足落水身亡，甚至是落水后瞬间昏迷。哪一条证据能证明死者一定是被行凶者扔进河内的？不能证明，就不能确定这是一桩谋杀案。我们唯一能证明的，就是刘斌在落水前遭遇过不法侵害，没错吧？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不然就只能看到表象。表象对案件的帮助并不大。作为法医，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先入为主是法医的大敌。胃部的情况如何？胃内容充盈，石密刚推进到12指肠，所以刘斌应该是在进食2小时之内遇害的。胃里面没有酒精成分。王万，哎，准备一下，把组织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去化验。好嘞，师傅。彪哥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你别介意。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受伤的部位？右枕部还有右颈部，都是右侧。秦明，你和黄安先进去吧，我跟彪哥说几句话。彪哥，你知道谁坐在里边？你是想跟我说李强在里边是吧？你知道啊？那他知道你来了吗？我们部门好像不归他管。这2位是省厅调过来的新同事，和我们建立了新的法医小组。这位是张彪，彪哥；那位是环环。鼓什么掌啊？案子破了吗？看戏呢？我们开始吧。李队，毒物化验2天后出结果，死者心脏病理学检测报告明天可以出。刘斌的手机正在打捞当中，打捞队的同事说了，就算不吃不睡，也要尽快找到。买点吃的给大伙送过去。小马甲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主播平台的用户账号是要通过实名注册的。我们锁定了购卡人的身份信息，对方是一个外卖员。刘姐啊，你有没有注册过一个叫小马甲的直播账号？某啊，某啊。那你注册过一个尾号是6435的手机号吗？真没有啊，也没有啊。哦，对，我1个月前身份证丢了，我这每天东奔西跑的赶时间，这脑袋里面啊就想着客人的订单。哎，2位警官，是不是有人拿我身份证干坏事了？本月24日早上9点到9点半，你在哪儿啊？24号9点，啊，就在这儿。再仔细想想。哎呀，错不了。我跟你说啊，那天早上客人临时把订单取消了，这老板就把面送我吃了，要不然我哪有时间吃早餐啊？这老板可以给我作证的。当时有用手机看直播吗？我哪有时间看直播呀？等订单还来不及呢。你好，23号订单好了。哎，好，谢谢啊，警官。经过我查证，没事，我着急送外卖。他在1个月前丢失过身份证，而且本人和刘丽丽并没有任何的交集。在刘丽丽直播时，他也没有使用过手机，在他的手机和电脑上也没有找到主播平台的相关记录，所以基本上可以将此人排除嫌疑。至于小马甲所用的手机，我们最后定位到手机出现的位置是在华东商业区的一个垃圾桶里。
这一批垃圾呢，已经被运到了垃圾处理站，并且被碾碎焚烧了。也就是说，有人用他人的身份证注册了小马甲，然后在刘丽丽的直播间里带节奏，并且销毁了证据。对的。他在刘丽丽的直播中针对刘丽丽父女，说明这家伙是有备而来的。死者在昏迷的情况下溺毙，而且生前曾被人殴打过。行凶者攻击了刘斌的下体、右枕部和右颈部，除非他是在后面攻击的刘斌，否则这个嫌疑人就是左撇子。刚才怎么没有说？如果你再能多待1分钟的话，应该就能知道。不用解释，有的人就是不听别人说话，还要问别人原因。要补充吗？刘斌遇害死亡和刘丽丽直播自杀是同一天，时间这么巧，我是怀疑这2件事情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此案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是他杀，但是疑点重重。从法医尸体检查鉴定书上来看，死者入水死亡前曾遭受过殴打，所以此案我们开始立案侦查。李队，刘丽丽马上来认尸了。好，散会。师傅啊，他好有气场哦，连你都不敢说话。老万，我告诉你啊，做女人就应该有做女人的样子。像这种女人，娶了也得离。我就有女人的样子。经过尸检，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斌落水前遭遇了非法对待。丽丽，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你父亲。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帮助你父亲，抓到真正的凶手。对不起，对不起啊，是我们太急了，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对不起。我爸没有碰过我，我有男朋友。对不起。丽丽。经过我们调查，你父亲刘斌有可能是被人谋杀。你的证词对我们非常重要，我希望你对我们不要再有隐瞒，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刘斌到底有没有侵犯过你？没有，我爸从来没有碰过我。那你上次去医院做检查时，那天我和我男朋友在酒店开了钟点房，当天晚上我就回宿舍了。回去之后，我换了好几片卫生巾，都止不住血，我害怕了。后来还好有小雨老师把我送进医院。上次我们上门询问，你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说清楚？我恨我爸，更怕他。如果让他知道我和我男朋友做了那种事情，他肯定会把我关起来。我甚至不敢让他知道我有男朋友。你父亲回来以后，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影响挺大的？嗯。从他回来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一家人都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妈，我回来了。回来了。丽丽，你爸他刚回来。哦，你看，爸给你拿什么了？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我
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我今年16岁。对，咱们长大了，不玩了。那个，爸找到了新工作，开出租车。以后你上下学，我就可以去接你了。不用了，爸，我早就习惯了。丽丽，爸以前陪你少，从今天开始，爸争取每天都陪你啊。丽丽，拿这个，爸忘了，每天要喝牛奶。班上有几个同学知道我爸坐过牢，记着了没有？那段时间，谢谢爸。我成了班里议论的焦点，每天要喝啊。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他们都躲着我。我爸的过去对我的影响超乎想象，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尤其是在高3后半学年的一次家长会后。你说那个刘丽丽的爸爸他坐过牢？啊，去年刚出来，成绩要挺厉害的。一个劳改犯能教育什么好孩子？你给我离他远点啊！你妈说的对啊，爸，你必须跟他保持距离。爸，说什么呢？你，我就是刘丽丽她爸爸，这就刘丽丽。我告诉你们啊，我确实是坐过牢，但是刘丽丽可是个好孩子，听懂了吗？好什么呀？都吓着孩子了。我们也没说什么呀。算了吧。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以后再说这乱七八糟的，别怪我不客气。哎，你给我站住！别说了，一个劳改犯，咱惹他干嘛？从那之后，我爸对我就更严厉了。你自己说，为什么考得这么差？我没发挥好，老师说了，我比上次还高出10多分呢。你就多出几十分，你也考不上清北大学。爸以前蹲监狱就是因为没文化，别人说啥就是啥，所以你必须要考上清北大学，你要成为咱们刘家的骄傲。那万一就是考不上呢？考不上就继续考，直到考上算。再来，我今天不出摊啊，坐这儿，我陪你去，把书包打开。后来，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连休息一会儿都不让。一旦被他发现，他就会惩罚我，打我，骂我，就好像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而我妈，她什么都帮不了我。孩子都17、18了，你还让他罚跪，这一跪都2个多小时了，你就让他歇会儿吧。让他长大跟你一样，就这几年我不在家，你看你给他惯成什么样了？该干啥干啥去。我真的不明白，我爸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我也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虐。所以，你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是因为你父亲。我不敢让他失望，我害怕。胆战心惊的度过高3，不出所料，高考我考砸了，龙帆市的职业技工学校，连本科都不是。后来我找人伪造了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是我印象里我爸回来之后，我们一家人唯一快乐的一天。他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尤其是我爸，就好像考上清北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后来呢？后来，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开始了。我男朋友高考失败之后，背着他妈玩起了乐队。在龙帆市的地下乐队圈闯出了好一番名堂，
我上了大学之后，经常翘课去看他演出，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我终于可以自由地逛街、化妆，尽情地谈恋爱。他还鼓励我做直播，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和很多男生都不一样，他是真的希望我快乐。那段自由的日子，让我对世界的看法全变了。原来，人生可以这么美好，这么有趣。直到你父亲发现你欺骗了他。爱你们，谢谢。我有点事儿，我先下了。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放开！我告诉你啊，没我同意，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爸，你要干什么？爸，我是你爸，我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他关了我1个星期，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放我出门。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在那个家里，我只会逐渐的发愁、腐烂。我恨他们，我恨我爸的暴力控制，恨我妈的熟视无睹。但我直播自杀，只是想让网络舆论给我爸施加压力。我没有想过这样会害死他。如果我爸还在监狱里就好了，这样他就不会死，我也不会变得这么痛苦。那你有没有想过，正面的和你爸聊聊自己的想法？没有人能改变他的看法。一路都活在偏见之下，刘丽丽真是个可怜又敏感的孩子。那个在直播间里乱喷的小马甲，其实就是利用了网友对刘斌坐过牢的偏见，将舆论推向了受捕性侵的方向。我们也被误导了，尤其是在陈平的指认之下。李队调查过陈平，他确实没有嫌疑。他对刘斌有着深深的恶意，将他所有的行为都罪恶化了。这又能怪谁呢？是啊，这又能怪谁呢？停。人脸识别的话，能够找到这个人吗？问题不大，需要些时间。行，麻烦帮我打印一下。好的。费尽千辛万苦，大海里还真捞出来这个。所以刘斌手机找到了。恢复手机内容呢，需要一段时间。指纹呢，今天晚上就可以出来。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刘斌出租车上的乘客身份信息已经查明了。徐江，38岁，无业。从个人记录上来看，和陈平、刘斌并没有交集。这好说，请他到局里来坐坐。是。
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小熊熊。我早就不玩玩具熊了。丽丽，什么事？你爸走了，我想，我们还像以前那样，我搬回来，我不用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把我丢了，现在还回来干嘛？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可你爸已经走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至少可以踏实过日子了呀，是吧？他毕竟是我爸，人都死了，你还要说这种话？你走吧，我说过，我不需要他。我现在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我还有些东西在柜子里，那我就不帮你收了。收拾完，你就走。保安，你帮我倒杯咖啡。OK。秦明老师，我能不能借点热水啊？谢谢。以后叫我秦明就行。秦明，那个巨人观的卷宗我看过了，抽丝剥茧，关键证据一个都没漏，你太厉害了。师傅，咖啡好了。请。欢欢啊，我还是喝茶吧。哦。咦，安然老师好。别这么客气，叫我安然就可以了。清明，我们领导说啊，彪哥的容貌复原技术在全国可是排得上名次的。都在啊，请各位来我们刑侦这边做个线索汇总。哎，对了，以后如果想喝咖啡的话，随时用。安然，我有一个疑惑，是不是好的法医都那么有个性啊？我觉得我也得改变一下了吧。你不用改变啊，我觉得你这样挺可爱的。走吧，去做线索汇总。欢。哦，你好。你好，我叫林涛，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了，这么帅小哥哥怎么会忘呢？我帅啊，当然帅了，但你在我心里呢只能排第3，第1是我师傅，第2是秦明，你是第3位，很不错了，特别棒。我没彪哥帅，没秦明帅。关于刘斌的尸检报告，还有陈平、刘丽丽母女的口供，大家有什么想法？其实我还挺同情刘丽丽的。一个借爱之名行控制欲的父亲，这些年刘丽丽应该过得很痛苦吧？刘丽丽至少还没有死，在监狱之前收起你们的怜悯心。
关于嫌疑人，我建议用排除法。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刘丽丽，一个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敢直面自己父亲的人。我觉得父亲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怪物，他害怕刘斌，不敢面对刘斌。逃离失败之后呢，想要摆脱刘斌，那只能想到其他的办法，比如杀人。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魂悼念？
一个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敢直面自己父亲的人，我觉得父亲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怪物，他害怕刘斌，不敢面对刘斌。逃离失败之后呢，想要摆脱刘斌，那只能想到其他的办法，比如杀人。作为法医，只能提出有证据佐证的观点，所以我不做判断。主观观点是由意识来决定的，不代表最终的结论还有事实，无需证据。进。佩戴。我知道了。我出去了。我们查了监控，案发时刘丽丽在医院，她不是凶手。没有证据的猜想都是浪费时间。你们去调查乘客徐江，他情况如何？那小子已经跑到外省去了，不过我已经联系了兄弟部门，预计明天能够把人给抓回来。这个徐江和刘斌会不会有什么过节？刘斌以前毕竟因为故意伤人罪坐过牢的。没准啊，这个徐江就是小麻将。他呢，在刘丽丽直播自杀时，爆出刘斌性侵刘丽丽的假消息，试图想毁掉她。结果看效果不怎么样，动手杀人了呗。说来说去都是猜测，没有证据能支撑你们的怀疑。求证要小心，推测大胆一点，总归是好的。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师傅。秦明，你有时间吗？他有约了。哦。你也不能先走，这件事要好好清理一下。环环，不然我请你去吃饭吧。我师傅刚刚说让我清理尸检室。没关系，我帮你清理。助人为乐嘛。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虽然我并不需要。我就是真诚的想约你吃饭，走吧，去老张的店。真的不愧是董文人口味最好的餐厅，我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哎，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你？说好吃的也是你，说想减肥的也是你，所以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呢，有2件事是别人抢不走的，一就是你吃进肚子里的食物，二呢就是你藏在心里的梦想。所以我要做一个有减肥梦想的吃货。你怎么不吃啊？哎，来。你不至于吧？说吧，约我出来吃饭，要跟我说什么？你可能不知道啊，在我们局里呢有一个光荣传统，新来的同事呢会有前辈在工作中或者是生活中进行1对1帮忙的活动。作为后辈，你要配合我，你懂我意思吧？听起来是个很悠久的传统。其实你就是可以把我当你班长，有什么心事啊或者是想法都可以告诉我。我没什么想说的。没什么。你好，这边请。这不是安然吗？算约会啊，也不介绍一下。这是秦明，这是我大学同学周薇，还挺帅的。班长，你品味越来越好了。他是我同事，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啊，挺小的。还有更巧的呢，小雨待会就过来，我跟他呀最近在商量结婚的事。哎，亲爱的，这是我未婚夫方小雨。我们还有工作要聊，就不打扰你们了。哎，别走呀，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有什么事情比得上老同学相遇更重要了？安然，好久不见，这位是你男朋友？
坐下，快坐。不要打扰人家了，我们去那边坐吧。我让你坐你就坐。哎，对了，班长，你现在还是在做法医吗？我呀，现在在做医美，就是医疗美容。其实我觉得吧，趁年轻的时候多挣点钱也不错，不然啊，就跟这书呆子一样。哎，不过啊，我家小雨啊，她是滨湖大学临床外科的博士，院长啊亲自带她，可器重她了。我爸妈呀也可喜欢她了，说她混得比我还有出息。你们说气不气人嘛？安然，你还好吗？你是滨湖大学临床外科的博士生？是的，你有认识的人吗？郝之秋教授是你的导师。你还知道郝教授啊，有见识。不过最近2年，他好像都没有再招博士了。我家都跟他打好关系了，虽然还没正式公布，不过他已经是了。我舅舅他自从当上了医学院院长之后，就不再收博士生了。而且他这个人啊，最讨厌托关系，用他的名字招摇撞骗的。不好意思啊，用词不当，不过性质雷同。你是郝教授的外甥。这样吧，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当他的学生，我建议你去旁听，我了解他。那就不打扰你。老板，买单。哎，好嘞。安然啊，这是你男朋友吧？对，是刚刚调来的同事。哦，也是法医啊。那以后少不了来这儿聚餐，150。你扫码关注老张小厨，给你打8折。好。谢谢。好了，常来啊。啊哎。谢谢你帮我减肥啊，虽然我不太需要。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周薇的生活，也不嫉妒方小雨的成就，所以我就一点都不觉得难看。做法医，并不难看。我用我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不能说话的人。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的意义不比任何人小。倒是你呀，像你家学这么渊源，难怪这么出色。我的出色不是因为家学，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和天分。像你这样的人，再不出色就被人打死了。就冲你这句话，本来想请你喝一杯，可惜我不会喝酒。走啊！哎呀，走，喝2杯吧。哎呀，我干什么呀？看我！哎呀，干嘛呀？刘丽丽。啊，那个我女朋友喝多了，我送她回家。你认识她吗？哎，不认识。喝我们这么多酒，说不认识就不认识，酒白喝了。就是。我带你走。少管闲事啊！我跟你说。哎呦我！哎，你站住！哎我你妈！你把她放走了，你给我当女朋友是不是？别乱来，我是警察。哎呦操！当我们第1天出来混啊，拿警察吓唬我们。就是。有证吗？我看看什么警察这是。哎！是老六，弄他，弄他老六。走。哎呀！我来，弄他，追，动人！一束光在灰暗里绽开，循着记忆洒下来，有一些温暖。你手是不是可以放下来了？曾离开，跟着呼吸同在。刚刚那2个人的容貌特征我都已经记住了，回去我会和领队还有林涛说的。谢谢你啊，这次真的谢谢你。没什么。刘丽丽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可能心情不好吧。那我们回家吧。是你守着现在和未来，才让爱存在。
安然，安然，安然，你干嘛？吓我一跳！我叫你半天了，想什么呢？有什么事吗？我听说某人昨天跟秦明约会去了。不是约会，但是比约会还有意义。一起去了酒吧，还遇见了刘丽丽。对啊，他还为我跟别人打了一架呢。开什么玩笑！身为警务人员去酒吧还打架，正当防卫。我们正好遇到了几个小混混。你们是警察，在外面还是要注意一些。知道了。哎，我有答案了。他应该是喜欢我的。你问他了？当然没有，我是通过事实和细节推断出来的。在我面前聊细节、聊推论，那我又不能直接问他，就只能等他下一步行动了呗。哎，不说我了，说说你吧。彪哥这都送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理啊？别跟我提他。为什么呀？到现在连个招呼都没有。李队长，您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他敢吗？你们当初为什么离的婚？哎，这里是警局，你别来这件事情。这怎么了？警务人员还不能离婚了？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我只是不希望我的个人生活被像八卦一样传来传去的。我知道了。那为什么离婚？还问？其实我就是希望你以后对他态度好一点点，不然夹在中间我很尴尬。就好办啊，让他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哎，林涛，怎么了？找到徐江了。请进。主任。小秦啊，吃早饭了吗？一起啊。啊，不用了，吃过了，谢谢。有事吗？我是想问您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个传统啊？就类似于1对1，这互帮互助新同事的啊？有啊，这叫互帮互助结对子。怎么了？安然是您给我指派的？没有，我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孩子去关心你、帮助你呢？哦，我是这么安排的，我对你，安然对环环。哎，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始呢，要不要调整一下？啊，不用，我就随便问问。好。哎，进。哎，主任，行政那边让我们出个人跟他出去一趟。那就我去吧。好啊，好。哎，这次行动你给我乖乖待在车里，比较安全啊。你好，我们是警察，问一下，见过这个人吗？怎么样？有情况吗？没有。老板您好，我们是局的，问您一下，见过这个人吗？哦，那儿呢？那儿。有后门。不敢追。人找到了，跟我来。是，走，好。我干什么？哎！
起来！我劝你以后啊，别这么吓唬我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哎，啊，就是哎，你看刚刚干嘛？他不是那个谁吗？是，就是他害死他爸。他爸也不会死，平时看不出来是这样。不会是他直播间那些杀的吧？我天，不至于吧？丽丽，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啊？你还好吗？那女孩说我们到底要不要信爱混摇滚圈？可能是女儿伪造的吧？别对这事情太想了，他们只会用这样的方式发现他们对生活的失败。这事儿不怪你，丽丽。以后离他远一点。嗯，好，看起来就很危险。你们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走，不看。雷鸣，肯定是因为我直播自杀，我爸接受不了才跳河自杀的。他们说的对，是我杀了我爸。丽丽，你听我说，要不是你爸对我们做出这种事儿，你也不会直播自杀的。你别安慰我了，我是杀人凶手，是我杀了我爸。丽丽，等等，经常说我爸死之前被人打过，我爸的死跟你没有关系，对吧？嗯。希望你没有骗我。7月24日当晚10点到12点，你在哪？当晚9点20分左右，你是不是已经坐上了由刘斌驾驶的出租车？曲江，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你可以如实的告诉我们，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杀人，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但是我没杀人。我们查案是讲证据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刘斌右颈部、右枕部和下体均遭受到了攻击，而他身体的左侧并没有遭受攻击。经过这点，我们怀疑攻击他的人是个左撇子，而你就是个左撇子。回答我的问题。24号晚上，你在做什么？催债，他欠我钱。怎么催的？徐江，我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你名下有一家金融公司，在背地里从事着非法借贷业务。你要是老实交代的话，我们可以为你争取减刑。你要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是在帮你。我就是打了他几下，后面他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我没给钱呢，怎么回事啊？这么点钱，至于吗，哥们儿？干什么？
刘哥，初次见面，徐江。哎呀，刘哥呀，兄弟，我对你够意思吧？你说你女儿要上学没有钱，那银行都不给你贷款了，我一出手就是5万。你说你怎么还蹬鼻子上脸呢？这都2年了，什么时候还钱呢？2年前是5万啊，现在20多万，我真还不起。刘哥呀，那你要是不想还利息，你别借高利贷呀。你说啊，要人人都像你这样，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我这做人呐，我就是不能太善良，是不是？你这么着吧，你现在还钱，要不然以后我见你是打你一次。你看，2个月以后，我一定还，行不行？刘哥，你女儿叫刘丽丽，在龙帆技校上学。你要是不还钱的话，我怕她以后日子不好过呀。哎，兄弟，今天你们该打也打了，这钱我也知道一定要还，但是呢，钱是我借的，你们要敢要碰我女儿一个手指头，我马上就报警。啊！报警！手机拿起来看看多少钱？我去，没钱！刘哥，你可以啊！你这手机里15万3千块钱，你不还钱啊？啊！你这么着吧，你把你手机里这钱啊，15万3千全给我，咱俩的债就2清了，怎么样？这个钱我真有用，2个月以后我一定还你们。你说，行吧？找他女儿问问去。走。等等。725，379。725，379，那。谢谢刘哥。高兴啊！那天打完他之后，我请我朋友去吃烧烤，11点多吧。那个烧烤店有没有监控，我也不清楚。反正人不是我杀的。你没有杀人，为什么要逃跑？人死了，我说得清吗？我就没想杀人，我只想要回我的钱。怎么证明你说的话呢？我就说嘛，我进了你们这儿，我没地儿说理啊。我们是讲究证据的。今天你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调查清楚。这个手机是你使用过的吗？对，这是刘斌的手机，我用它转了一笔钱。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只有我死了，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这是他女儿吗？这刘斌也太不是人了！他跟我说他跟我借钱，就是为了给他女儿上大学啊！我还以为他们父女关系很好呢，怎么？你是小马甲吗？小马甲？我不是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查到监控，在案发前，有一个人骑着黑色摩托车跟踪了刘斌。你认识这个人吗？不认识。有人跟踪刘斌吗？怎么样？监控录像显示，案发当晚10点半左右，徐江等人进入了城西的大成烧烤店就餐。10点半，可是尸检报告显示刘斌溺死的时间应该在11点20左右，这间隔了1个小时啊！我们费了半天的劲，徐江居然有不在场证明，他没有杀人啊！现在怎么办？推倒重来了吗？哎，齐明，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情况啊？黑色大丽花这个人在每一篇报道刘丽丽和刘斌事件的新闻里面都有评论。他说话一直是向着刘丽丽，一直都在说丽丽的好话，尤其是这条。他怎么知道刘斌是溺水死的？除非他在场。李队，我们刚刚发现了一个网名叫“黑色大丽花”的人，他有可能跟案情有关。看来你们也关注到了这个人。在信管部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的信息。雷鸣，他就是徐江口中的雇凶者。雷鸣呢是好孩子乐队的吉他手，刘丽丽的高中同学，两人是情侣关系。刘丽丽的男友？那这个人的嫌疑超过了所有人啊！桥中白鸽纯白，大口呼吸自由和自在。和街角庸庸忙忙，对你说自己不太一样。站在有人的广场，闪耀烈士们的雕像。我听见最疯狂的心跳，我追上初升的太阳。怎么样？刘丽丽，爸，我就知道你来找这个臭小子，1分钟看不着你乱跑是不是？跟我回学校。不要！回去。不要！走。爸，你放开她！她是你的女儿，不是你养的宠物。你们这些大人怎么永远都不知道尊重人呢？你们是谁呀你？你他妈谁呀你啊？啊！住手！撒谎！别，你错过了啊！老子就怕你。你起来，让一个女孩给你挡拳头，合适吗？爸，我已经长大了，我想要我自己的人生。丽丽，爸以前在监狱里边管不了你，现在爸必须管你。我不要你管，你回去坐牢吧！说什么呢？我说我求求你，爸，我求求你。刘丽丽，我告诉你，自从你出生那天开始，你我的父女关系一辈子不会变，除非我死，否则我必须管你。走，让开！我错了，爸，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再过来，我还打你！你试试！等着，我肯定会杀了你的。雷鸣，我等你杀我，杀我！走！我肯定会杀了你的。这不就是雷鸣杀害刘斌的动机吗？在案发当晚，雷鸣有可能跟踪了刘斌，徐江等人对刘斌施暴后离开，而当时雷鸣有可能在现场。雷鸣跟这个案子有关，可是我们需要证据。李队，我也想帮忙。好。刘丽丽是你女朋友吗？是。那你认识刘丽丽的父亲刘斌吗？黑色大丽花是你吗？对，是我。你是怎么知道刘斌是死于溺水的？你当晚在场吗？
你们不用再问了。我当晚确实见过他，他害得丽丽直播自杀，我实在是气不过，我只是想去找他理论。我杀的，我没有杀的。23号晚上11点前后你在哪儿？我在酒吧，酒吧老板还有乐队的乐手都可以给我证明的，还有监控。那可以带我们去酒吧查一下当晚的监控吗？我可以让老板把视频监控发到我手机上。求求你们，一定要帮帮我！我女儿不见了，真的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警察同志，来，你坐。你要帮帮我！冷静一点啊，我来想办法。喂，我长话短说啊。刘斌出事后，陈平一直觉得这个刘丽丽有点不对劲儿。今天晚上他去刘丽丽家了，发现她根本不在家，电话也关机了。他担心她出现轻生的行为。你们不是跟李明在一起吗？赶快问问他，知不知道刘丽丽在哪儿？好，我知道了。刘丽丽平时有没有常去的地方，或者是独处的地方？比如她不开心的时候，她会去哪？丽丽怎么了？我们怀疑刘丽丽会有第2次轻生的可能。雷鸣，你要仔细的想一想，如果这一切是真的，时间可不多了。副队，手机定位到刘丽丽的位置了吗？正进行着呢，这需要时间，急不来。好，启明，出事了。我听说了，刘斌的手机内容恢复了，我去看看。你们先去现场。好。走。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那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有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有一条录音，看时间点应该是在刘冰毙命前夕完成。丽丽，丽丽，你们别跳！丽丽，你别跳！你跳下去，你人生就没有别的可能了。你只要还活着，人生就还有希望的。我活不了了，他们不让我活。谁不让你活呀？网友，他们都在说，是我害死了我爸，是我是杀人凶手。他们都在骂我，他们都要我去死，那我就去死好了。反正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丽丽，丽丽，你听我说，网络不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别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丽丽，
记得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吗？你是这世界上最懂我的人。你还记得我们说的那句话吗？我给你提供这么好条件，你就给我考这点分数啊？啊？你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是同样一种父母。你爸囚禁了你的身体，我妈囚禁了我的梦想。每天练那破琴有什么用啊？回家我之所以爱上你，是因为我们都是同跟你说样的。话呢。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的父母刻板的想让我们走他们认为对的路，他们从来都不在乎我们的想法。大人们都该去死！雷鸣，我喜欢你的音乐，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有我们懂得彼此，所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丽丽。最近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再这样下去，清北大学肯定没有希望了。如果我爸再发现我俩玩得好，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丽丽，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伪造成绩单能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我做过很多次了，从来没有被爸妈发现过。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能做吗？只要价钱合适，就没问题。不过丽丽，清北大学会不会太夸张了？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我什么都愿意做。雷鸣，如果你真的为我好，你就救救我。好。谢谢你，我先走了。后来我们都如愿以偿了。你骗你的家人说你清北大学被录取了，我骗我妈，让我妈相信我考上了外省的一本。在家里我们都是乖孩子，但其实，在现实的梦想里，我是摇滚乐手，你是小网红主播。虽然总是害怕被发现，但是我们都很快乐呀，丽丽。丽丽，你的头发好看吧？走，排练去。走。虽然那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快乐，但你知道吗？那都是假的，我不想再装下去了。所以你就做出直播自杀这么蠢的事儿吗？那天你爸来这儿打了我之后，把你带走了，我才终于明白了你的痛苦，丽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直播自杀。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我爸知道了我们发生关系，我和你都没有活路。雷鸣，我是真的爱你，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过我快乐的人。如果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既不能阻止我爸伤害你，又不能摆脱他，我只剩这一条路了。丽丽，为什么这么傻呀？傻吗？对，我的确很傻，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信什么。他们说的对，我是杀人凶手，是我害死了我爸，我是杀人凶手，是我害死了他。不是的，丽丽。是我，
我害死的你爸。封锁现场，准备安全气垫，快！陈女士，陈女士，陈女士，你冷静一点。你现在上去很有可能适得其反，请相信我。丽，你说什么？那天看到你直播自杀之后，网上很多人说你爸爸性侵了你，当时我觉得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我内疚、无能、懊恼、愤怒，我感觉我就是个废人，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做了一个男友该做的决定。你做了什么？我只是想警告他。谢谢刘哥！哎呀，高兴了！你别过来！我是丽丽男朋友。我今天过来就跟你说一件事儿，以后你别再伤害丽丽了，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有男朋友。你说什么？这姑娘不完成学业，她不可能有男朋友。就算是有，也不会是你这样的小混混。把药给我！给我！给我！丽丽她要的是自由，她不要你这样的父亲！混蛋的你！丽丽，不关你的事儿，全都是我的错。我只是想帮你，我真的没有想害了你爸爸。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好吗？我才是罪人，丽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要逼我？为什么你们都不要我好过？丽丽，爸爸从小没文化，吃了很多亏，所以自从你上学，爸爸就盯着你的成绩，忽略了你的感受。现在发现你长大了，成绩也没那么重要，你需要自己的空间。爸爸本来想攒点钱让你搬出去住，可你的学费我还没有还完。爸爸没能耐，以后找男朋友千万别找爸这样的，但是一定要找一个能够保护你的。爸爸爱你，爸爸爱你。
从你父亲手机中恢复的录音，应该是他溺水前留下来的。他知道，只有真正离开你，你才会快乐起来，所以他放下了对你的执念。这对他来说挺不容易的。刘丽丽，你应该听你爸爸的话。丽丽，你爸都能释怀，你也能做到。不要伤害自己了，好吗？我们重新开始人生，我会为我的错误为你赎罪的，丽丽。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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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丽。丽丽，爸，领导，绿线解除。喂，小王，有一件事情还需要你帮我查一下。我去拿一下调查结果。哎呀，总算是虚惊一场，这一晚可真够人受的。我只想知道，刘斌当年是为什么入狱啊？卷宗上写着，当年有2个住店客人喝多了，非要拽着陈平进房间。后来刘斌知道此事之后，直接跑到酒店把这2个人打成了重伤。一个人左眼终身失明，另一个人横结肠破裂，都达到了重判的级别。那也就是说，刘斌是为了陈平而入狱的。如果刘斌出狱后，能够不要那么偏激地对待刘丽丽，或者是陈平，试图理解刘斌的苦楚，或许这一家人就不会4分5裂，酿成这样的悲剧了。哎，雷鸣的父母接他回家了吗？刚走。雷鸣的母亲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坚定说他自己没有错。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就要管一辈子，所以他现在决定把雷鸣带出国留学，逼他退出乐队，和刘丽丽断绝来往。可能在他母亲的观念里，玩乐队的就是坏孩子，只有读书成绩好的才是好孩子。这种偏见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啊？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有些人，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小青同志，你太悲观了，你应该向林涛同志多学习一下。至理名言。怎么了？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那又悲观了吧？负能量。你们回来啦！事情我们都听说了，真是万幸。刘斌的心脏病理检验报告。哦，在这儿。死者刘斌冠状动脉内提取到血栓脱落栓子，心肌倾先性梗死。唉，作为一个冠心病患者，一旦栓子脱落了，就会造成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短时间内就会丧命。死者有溺水征象，这也就说明了死者在落水的时候还是活着的。栓子脱落导致他失去了自救能力，确切的说，他是在心脏病发前就溺水而亡。有点奇怪，是挺奇怪的。什么奇怪？刘斌遇袭溺水，心脏病发，可他怎么有时间还给刘丽丽录下一段遗言呢？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身受重伤的刘斌靠着本能反应游回了岸上，剧烈的运动和外界的刺激下，他很有可能再次引发心脏病。但此刻，他只想着对自己的女儿赎罪。爸爸，爸爸爱你，爸爸爱你。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了。
又是谁？刘斌他现在只有一条活路，他拼命地游向对岸，但这个时候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了。所以删除键就这样沉入了湖里。所以你的意思是又冒出来一个凶手？我都听傻了我。我以我的推论来看，就可以解释现在所有的疑点。但凶手的动机呢？还有那个删除键，是什么情况？感觉跟普通的不太一样啊。这和刘斌的过去有关。我拜托小王帮我调查了刘斌的过去。技术部门刚刚给我调查结果。10年前，刘斌以人间正气的网名，对一个网红女孩进行了攻击。欣欣知我心，本名张雅欣，16岁，癌症患者，曾患重度抑郁症。为了让她振奋精神，当时的护士长郝之云为她建立了一个个人账户，就是为了让她展示她在医院的阳光生活。她乐观的生活状态吸引了很多的粉丝，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的黑粉。最终，她不堪重压自杀了。刘斌呢，其实是一个父权观念极重的人，他曾以女性直播就是不守妇道的言论，在网上对张雅欣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攻击，是最活跃的黑粉之一。你们是怀疑刘斌遇害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秦明是这么觉得。证据呢？特制的删除键，这是凶手的自我签名。这里怎么这么多死鱼啊？鬼知道啊！刘斌身上没有任何被电击的痕迹，电击致死并不是导致刘斌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我的推断至少可以证明，河岸旁边一夜之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多死鱼？不足为证，这一切都是你的臆想。我在要离开龙帆市的前几天，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也装着这个删除键。我认为这是凶手对我的挑衅。现在显而易见，杀害刘斌的人另有其人。至于对方为什么要救刘斌上岸，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想把这个删除键放到刘斌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电击凶手签名行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和刘斌案是否有关联，并没有证据佐证。刘斌的出租车上的行车记录已消失了，这个你能解释吗？我并不否认真凶另有其人，刘斌曾是键盘侠，但真凶为此就报复行凶，这番说辞我不认同。还是那句话，除非你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据。好。10年前，死者郝之云溺水而亡，他的手中有一个同样的删除键。彪哥，你是当时的竹简法医吧？难道你都忘了？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当年那桩没结的案子，我只关心眼前的这桩悬案。郝之云是张雅欣的护士长，同时也是让她成为网红的推手。
刘斌是抨击张雅欣的网暴者，他们和张雅欣的自杀都有所关联。我说了，着手眼前这件案子。李队，刘斌案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恐怕我们要打一场持久战。李队，是我。发现一具失蜡化尸体，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去勘察。今天就到这儿吧，下班。秦明，我想问你，为什么要把刘斌的案子跟10年前的那件案子联系在一起？我查了卷宗，才提出10年前的案子。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为什么要查10年前的陈年旧案？好奇吧？可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执念。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可理喻？秦明，那件案子是不是跟你有关？回家吧，明天早上还要出外勤呢。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就跟我说。谢谢。来啦！哎，你怎么还吃上螺蛳粉了？我们现在可是去勘察现场，我劝你少吃点啊。巨人观我都见过，那叫什么场面？还有什么能吓到我？那你见过蜡化的尸体吗？你是说蜡像馆里人偶那种？其实我也没见过，我就是在课本上见过，所以你还少吃点吧。闲话少说，赶紧去现场。拿着吧，说不定能用上。瞧不起谁呀？辛苦各位赶到合川，当地警方感谢咱们法医室给予的技术支持。客套的话就免了，介绍情况吧。今早5点，在这个废车场，报案人捡到一个袋子，以为里面有什么东西。5点20分，他报了案。龙华气球场曾经是合川县最大的气球场，5年前就已经废弃了。由于地点比较偏僻，来的人比较少，所以弃尸袋到底是什么时候运过来的，没有人知道。咱们调查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辛苦大家了，开始吧。是。黄娃，你去记录。那个袋子看起来挺稀有的。尸体上有黄油状液体，皮肤也皱巴巴的，像香皂一样，湿蜡化特征明显。尸体小腿以上的部位被密闭的套筒状的塑料膜包裹着，皂化的组织浸透衣服，覆盖在表面上。我们无法判断死者的年龄和面容，但从高跟鞋和头发来判定，死者应该是女性。老万，勘察中心现场。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死者死亡后，尸体会在2个小时内出现尸僵。一般出现尸僵之后，尸体很难驱血，
但我们看见的这具尸体上已经处于完全驱取的状态。凶手在尸僵前就完成了捆绑、包裹、驱取、装袋这样的程序。凶手选择用保鲜膜包裹尸体，目的是为了定型，方便装袋。也就是说，死者死亡到装袋完成，一共不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塑料膜包裹，保持适度的温度，缺氧潮湿，这些确实比较容易造成湿蜡化的尸体。你看，电话线。先把尸体带回解剖中心吧。这么大的废车场，加上这些垃圾废品，这样的现场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吧？就算有证据，也早就淹没在这个垃圾堆里了吧？这可真是个抛尸老地。库里没有找到死者的 DNA， 无法查证尸源。那主任呢？今天有批新器材要到，主任要亲自押车。啊，真好，我们终于有新器材了。来，准备开始。现在上午11点10分开始尸检。湿蜡化是保存型尸体的现象，在极特殊的环境下，尸体的皮下脂肪组织因为皂化或者是氢化而形成的蜡样物质，常见于在水中或者埋在水分丰富的泥土环境。死者为女性，身高大概160厘米左右，体重45公斤左右。口腔黏膜未见损伤，牙齿健康状态良好。一会儿用虚拟解剖看看耻骨联合面，再判断年龄。死者胸前有一颗芝麻大小的红痣，肌肤触感非常的湿滑，而且脆弱。颈部肌肉皂化严重，分辨不出是否有出血。死者的甲状软骨上角骨折，骨折折断有出血，应该是生前反应。通过内脏检查，可以确定死者有窒息特征，死因是机械性窒息，他是被人掐死的。那问题是死亡时间呢？这直接关系到尸源的寻找。尸体湿蜡化形成最少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法医学概论第11章，教科书上的内容并不适用所有的情况，比如眼前的情况。我错在哪儿了？5、6个月前是冬天，死者穿着夏装衣服，这怎么解释？死者穿着夏装的衣服，距离现在也就2个月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去年夏天。李队已经确认过了，拾荒者在年前也捡过一次垃圾，那会儿他没有发现尸体。这就奇怪了，尸体湿蜡化的形成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根据他的衣服，他的死亡时间也只有2个月前。理论跟实践发生了严重的矛盾，难道是教科书写错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齐明，你没事吧？啊，没事。湿蜡化尸体太滑，缝合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止血钳根本夹不住肌肤，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处理，就是有点累。这个倒是小事儿。你身上的味道，已经洗了很多次了，应该好一点了吧？嗨。花花，你让我过来是？啊，我想让你过来帮我洗洗衣服呗。哦，洗衣服。湿蜡化尸体衣服形态辨认不清，就需要清洗晾干。所以你让我过来就是帮你干体力活了呗？不是你说你没事的时候，任何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你的嘛？是。洗衣服可以锻炼肱二头肌、胸肌还有腹肌，你也应该学会在生活中锻炼身体了。说的也有道理。那你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吧。哦，谢谢小哥哥，那拜托你了。
我顶！你身上什么味道？这么臭，都辣眼睛了。那就拜托你了。我给你煮了面，我妈还问呢，为什么你一回来就躲在房间里，也不下去吃饭？我不想影响别人。这个给你。没用的，我等一下用漂白水再试一试吧。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你试试吧。香菜，我不喜欢这个味道。你这么说话，考虑过香菜的感受吗？我和香菜又不熟，为什么要考虑它的感受？香菜呢是专门除尸臭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里面加了很多植物精华，所以保证皂到未除。我跟你说了，我不喜欢香菜的味道。已经开始布置起来了吗？我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租金的话我会跟阿姨谈。租金你跟我谈就好了，想住多久住多久。你喜欢画画？偶尔吧，思绪乱的时候，画画可以让我静心。哦，那你现在思绪乱吗？不乱。你这还挺干净整洁的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陈主任应该没有让你当我的班长，对吧？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直接来问我，以汇报的形式会让我紧张。哦，我先回去了。完了！百密一疏，我怎么就没想到先跟老陈打个招呼呢？你说我好好的法医不做，我为什么要做个骗子呀？哎，我有话跟你说。明天再说。哎，等一下，你那个香皂在哪里做的？古城有很多工艺品作坊都可以做香皂的，我明天带你去吧。我现在有事。哎，欢迎光临，可以随便在店里面挑选一下，咱们店里的香皂都是可以 DIY 带走的。皂的主要成分是动植物油与碱，冷制皂的皂化需要多久？冷制法的皂化通常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这样。那么请问工艺是什么？像这种冷制的皂成品呢，通常需要放置1个月以上，直到它的酸度下降成熟，形成皂化。但是它的放置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有催生的化学物质呀，或者是潮湿加热的环境等等。
潮湿闷热的环境可以加速皂的氧化，这种说法对吗？嗯，是的。好，那我要2块，一块成品，一块还在放置中没有皂化的。哦，不好意思，这种半成品的话，暂时咱们店内是不对外出售的。我们是警察，请你协助我们办案。哦，好，您稍等啊。哎，对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佛手柑味道的香皂啊？哦，有的呀。我要1块，谢谢。您好，前台那边结账。谢谢。这个送给你。谢谢啊。死者死亡的时间无法确定吗？对，因为死者夏季衣物和湿蜡化形成时间段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没法确定死亡时间，就没有办法在失踪人口库找到尸源。我知道怎么回事。这是那块冷制皂吗？普通尸体想要形成湿蜡化，确实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但尸体保存的环境与冷皂化的皂化环境极为相似，尸体又是被塑料薄膜密封，同时处在一个封闭、潮湿、高温、缺氧的环境里，这也就加快了湿蜡化的形成。技术科呢，模拟了冷皂化的皂化过程，结合尸体内的菌群、尸源地特殊的温度及湿度进行了演算，推断出湿蜡化的形成应该不到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月下旬。锁定范围就太好了，我们可以向各个派出所通报尸源信息，尝试着从失踪人口上来查找。另外，在藏尸袋和捆绑死者电话线上发现的是同一人的指纹，说明捆尸弃尸是同一人。但是在库里没有找到这个人，这个人没有案底。这个藏尸袋看起来这么奢侈，难道凶手是个有钱人？这个范围是不是缩小了？不一定。凶手就算把这个袋子给扔了，也有可能被拾荒者给捡走。这一点凶手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他这样做的话，要么就是他蠢，要么就是他希望尸体可以尽快被发现。有道理，凶手弃尸的目标一般都是掩盖犯罪，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凶手到底在想什么呢？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举止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
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湖泊，在荡涤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有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清明，你最好离我远，我现在那个尸体的味道还没有散。这算是工伤吧？我不嫌弃你，谢谢你。啊，你是说香皂是吧？没什么，就当还你了。我看到你画的幅画，那个轮廓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我问一下，八卦一下，那个女的是谁？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哎，师傅啊，你说 DNA 无法配对，信息量那么少，怎么找啊？面部复原呀，不过石老化尸体难度比较大，我只能通过尸检的印象和经验来试一试。这彪哥的复原技术在国内可是排得上名次的。彪哥很厉害，如果能够复原死者样貌，那找到尸源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彪哥这个技术的操作手法也是极为出众。快撕下你的面具！你到底是谁？这太反常了，不要地震了吧？是挺反常的哈。我需要一个助手。哼哼，放心吧，我一直在你身边。欢欢，要不你这次来帮我吧，我们看看能不能从别的线索来确认死者的身份。
喝咖啡吗？喝。谢谢啊。以后加班的话，我要吃零食。哎，我也想喝咖啡。小心烫。谢谢。怎么样，手艺还可以吧？想要复原一个人的容貌，需要多久的时间啊？现在技术进步了，有电脑的帮助，半天之内可以完成。那如果自己徒手复原呢？对了，你去帮我把做模型的材料调好。愣着干嘛？我都说过了，我需要一个助理，你得帮我把原材料搅拌好。我跟你说啊，如果你真想学的话，得从学徒做起。我只是来看看他，看也不能白看，快去。通过 CT 影像确定面部轮廓，但最难的还是判断五官的细节。死者皮肤的质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发际线高不高等等。那这个需要用什么来确定？大量归类研究、法医鉴定、人类学观测、统计学的数据分析。但不一定准确，还需要一些运气以及经验的判断，对吧？咱们跟尸体打交道，很多东西是没办法问出来的。哎，你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和老天有眼吗？做好熬通宵的准备吧，剩下的工作会很细致，你赶紧去填饱肚子吧。那你呢？给我带回来。我要吃北极翅、牛肉丸，还有鱼丸。其实这些东西和刚才被你拿出去那些零食的热量差不多的。那你陪我一起吃，这样罪恶感就会少一点。那含量太多，我劝你还是别吃了。哦。所以热量在口腹之欲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对吧？恭喜你，终于看清了事情的本质。哎，你在彪哥那儿观摩的怎么样啊？你相信老天有眼，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样的话吗？那是彪哥那样的老法医才会说的话。我相信呢，老天一定会给我们这些人灵感，替死者伸冤。这是玄学，不是科学。换句话说呢，我们法医是死者最后的倾诉对象，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尽全力去倾听，去找到答案。所以我更相信天道酬勤，消灭罪恶是正义，没有罪恶是善良。这就是那枚硬币的两个面吗？还有一串，你吃了吧？彪哥是个很厉害的人，但其实我更想看到一些原始的手法。当然了，这是我个人原因。原始手法？徒手塑形吗？糟了，没带伞。老板，有伞吗？有。只有最后一把了，新货明天到，你们要不要？要，当然要。不过这是一把儿童伞哦。你是不是没和别人打过伞啊？你走那么快干嘛？
你画的是你妈妈的样子吗？所以你想学习面部复原，也是想复原你妈妈的样子。哎呀，总算回来了！你想饿死我呀？便利店关门了，所以没买到。24小时便利店关门了，伞哪来的呀？当街抢小朋友的？伞是我的，我买的，很早以前买的。编，继续编。不好意思啊，我们刚才边吃边聊，就把你那份给忘了。说实话就对了，聊什么这么忘？不是忘我，忘的是你。抱歉啊。真的对不起啊，表哥，我给你煮面。你跟之前不一样了。你跟之前也不一样了。我怎么不一样？饭量变大了。环环，啊？这看什么呢？新鲜出炉的死者面部复原图像，彪哥太厉害了，做的跟真人一样。太好了，我赶紧给李队。啊。启明，失了案的尸源找到了。合川县管辖区派出所说，2个月前有个阿姨报案自己女儿失踪了。这个失踪时间和年龄都对得上，身体特征还特别相符。哎，最牛的是，你们做的那个死者面部复原，阿姨一看就认出是自己女儿。张雨晨，23岁，曾在大龙航空做空姐，3个月前因个人原因辞职了。尸体的状态不太好，石蜡化导致面部全非。我不建议死者家属认亲，其实通过 DNA 鉴定就可以了。这该说的都说了没用啊！这老太太坚持要认尸啊！我不同意，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母亲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那我看她刚来的时候挺镇定的。她来了啊，黄文在接待呢。来。打开。这什么东西呀？阿姨 ，DNA 确认过了，确实是你女儿张雨晨。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绝对不是我女儿。你们知道我女儿有多漂亮吗？她是空姐哎，她是他们组里身材最好、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她现在应该是在出去旅游去了。我给她打电话，我给她打电话，不会的，不会的。肯定在飞，他肯定在飞，他常年飞普吉岛那条线的，他很忙的啊。
阿姨，阿姨，阿姨，你醒醒！阿姨，阿姨，别碰他！我来。阿姨，阿姨，无自主呼吸，心跳微弱，突发性心脏病。安然，心肺复苏。阿姨，不管她是不是你的女儿，她都死得冤枉。你还没有看见凶手伏法，你不能出事儿。我跟您保证，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阿姨，阿姨。雨辰，雨辰，雨辰。好险！对不起啊，我没想到会这样。玉楚，哎，你这话会不会过分了点？接待死者家属这件事上，他有经验吗？我说的是你们愚蠢，你们怎么能随便让死者家属过来认尸呢？这是常识吧？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们没有见过世面，没有常识是吗？秦明，你牛，你最牛！有本事你现在走，去见你的世面去！可怜。喂，过分了啊！好了，别吵了，没出事就好。阿姨你好，我是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我叫李强，这是我的同事赵天启。我知道您非常的难过，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受害者找到真凶，我们要查到真相，需要您的帮助。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阿姨，在您的眼里面，你的女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呗？雨辰是个好孩子，考上空姐全凭他自己的努力。我就是一个摆摊卖衣服的人，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那张雨辰的父亲呢？雨辰12岁的时候，他爸爸就过世了。之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变糟，雨辰只好放弃学琴。原本他很喜欢拉小提琴的。阿姨，您去过他的住处吗？去过几次，住不惯。雨辰工作之后跟您联系多吗？我们每周都有通话的。据我们推断，张雨辰出事的时间是5月23号左右。阿姨，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见您女儿是什么时间吗？5月22号。出事的前一天，您确定您没记错吧？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如果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女儿，我绝对不会把她送给我的礼物扔在她身上的。礼物？什么礼物？她送给了我一个手提的，挺好看的。阿姨，那天您是跟您女儿吵架了吗？哎妈，先许愿。我的愿望只有一个，早点抱孙子。愿望说出来就不灵啦。对了妈，这个是
给您准备的礼物。谢谢，打开看看。好，짜잔！哎呦，真好看啊！肯定很贵吧？还好。其实这个是我男朋友送您的。男朋友？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半年多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啊，怎么不带他来见见我啊？还不是时候。你们都已经交往半年了，还不带他来？你准备藏到什么时候啊？明天就把他带来。他不太方便。他那么忙啊，忙的连见岳母的时候都没有。其实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结不了婚。什么意思啊？他不愿意结婚，他和你不是认真的，他不会有老婆吧？哎呀妈呀，你就别猜了，吃蛋糕了。哎，不行，你必须把他带来给我看看。这件事儿我必须当面问清楚。能不能不要再一直逼我呀？谁逼你了啊？我想见见我未来的女婿，我有错吗？不让见，说明他心里有鬼。他要真是那种不靠谱的人，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他答应我说他会解决的。你还真做了小三啊？妈，你干嘛呀，妈？你要不分手，就别再给我打电话。妈，我不该逼他，是我撞死他，我后悔啊！阿姨，您别这么激动，你冷静点。我不该逼他。阿姨，你要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凶手。我还需要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看一下，这是您女儿送您的礼物吗？这是哪里找的？医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他女儿的尸体。你如果跟他说了，他会崩溃的。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男朋友这个事儿，他曾经瞒过他母亲。十一表姐，送你回家呗。不用啦，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你就别绕路了啊。我劝你啊，还是离某些人远一点比较好，免得被人家看出来咱们是小地方的人，没见过世面，跟我们待在一块儿还嫌丢人呢。你看，都懒得搭理我们。少说两句。我说实话呀。少说两句。有事儿吗？你教训嬛嬛的事儿我知道了，说的都对，冒失没经验，确实有够蠢。但是，他是我的徒弟，要打要骂得由我来，麻烦你以后管好自己的事儿。如果我只管自己的事儿，你徒弟应该被开除了吧？见过嚣张的，没见过你这么讨厌的。确实很讨厌，是不是？不过他是我兄弟，要打要骂您冲我来。
怎么回事？人家法医部门的事儿，你来掺和什么？张彪，自己部门的事情自己处理，别扯上我的人。邱彪爷，还嫌不够丢人吗？回去。幼稚，无聊。张雨晨在这家住多久了？2年。房东啊，把合同给我看了，他还说这个小姑娘平日里挺有生活情调的。这个屋子前不久刚装修过。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座机是什么时候安装的？房东说是4年前。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这电话还在使用中，但是4年前的话，这根电话线是不是有点太新了？你是怀疑有人更换了电话线，用旧线捆住了死者的双手？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确实有这种可能，这也是一个思路。我们把电话线拿回去做个检验。一个空姐怎么能买那么多名牌衣服呀？从这件衣服可以判断，她应该是一个人住。别这么早下结论。死者的钱包被人翻动过，首饰丢失，手机也不见了，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凶手很有可能入室抢劫杀人之后，将尸体移动到了郊区的汽修厂里。死者的身上呢没有任何约束伤和抵抗伤，就说明死者生前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家中也没有搏斗的迹象，这也就是说明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掐死的。而且抛尸一般情况下来说是熟人作案。也就是说，张雨晨给某位熟人开了门。进来吧。他引狼入室，引发命案。凶手盗窃完物品之后，包裹尸体，再弃尸。你越来越有长进了哈。所以只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另一个人的毛发和指纹，嫌疑人的范围就可以锁定了。谁说这是案发现场？有依据吗？没有依据就不能乱说话。电话线啊，就算确定捆绑尸体的电话线属于这台座机，但也只能勉强判断这里是捆绑尸体的现场之一，所以啊，不能证明这里就是案发现场。难道你们不觉得这个房间太过于整洁了吗？她是一个空姐，作息黑白颠倒，早出晚归。一个女孩子的家里，照理来说应该不会这么整洁，现在看起来就好像被人特意整理了一番。没觉得呀，我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独生女性的单身公寓。是吗？单身女性，那这个怎么解释啊？41码男士衬衫，从衣服的状态上来看，应该是没有被洗过的，上面很有可能有嫌疑人的 DNA。希望这次我们可以找到和他同居的男人到底是谁。你好，警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这个张雨晨在你们这工作多久了？雨晨2年了，都是我带他，成长挺快的。在你眼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从小城市来的，单亲家庭，一个人闯到现在挺不容易的。哎，对了，3个月前他辞职跟您说过原因吗？说过，他说呀，想去外地读一个在职研究生。空姐嘛，吃青春饭的，他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也挺替他开心的。他辞职之后就再也没跟你们联系过？
大家都不在一起工作了，肯定是越走越远的。毕竟，他很讨厌社交，我们不去打扰他，应该是他最舒服的状态了。她有男朋友吗？他只跟我一个人说过，让我替他保密的。为什么呢？那男的是一个名人。今天的航班非常顺利，又是原来的老话，再说我。对，不好意思，能不能帮我拿点冰块？抱歉，我不是休息室，请您稍等。谢谢啊。谢谢。抱歉，抱歉，抱歉。啊，没关系。实在抱歉，张浩先生。你不是这儿的服务员啊？啊，我学过4年小提琴，您的事情我听过很多。衣服我帮您干洗吧。真的没关系。不好意思，是我向你说抱歉才对，是我自己搞错了。你学过小提琴？嗯。郑浩。张雨晨。啊，我真的很仰慕您，您很多作品我都听过。谢谢。郑浩。对，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是有家庭的，所以张雨晨让我替他保密。依我看，他应该是做了他的小三。郑浩，42岁，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和张雨晨生前的信息往来证实了2人是情侣关系。但这个郑浩是个有家室的人。张雨晨是郑浩的情人，会不会是张雨晨把郑浩的衣服带回家拿去洗的？技术员正在对比 DNA。现场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经我们勘测，捆绑张雨晨的电话线和张雨晨家座机端口的裂口完全吻合，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凶手捆绑张雨晨的尸体是用电话线完成的。张雨晨家是处理尸体的现场，只是有可能。张雨晨的私人贵重物品被盗取了，具有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征，而且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我查了导航，从张雨晨家到废弃气球场开车需要40分钟。根据尸检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距离末次的进餐时间大约在8小时左右。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张雨晨的一般晚餐时间是在6点左右。如果说陈主任关于造化的演算方法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张雨晨的死亡时间应该在5月24日凌晨2点左右。凶手呢在施僵2小时内完成捆绑，那么凶手的运尸时间大约在5月24日凌晨4点。所以只要我们排查气球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我们就能知道凶手的行踪。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刑警队的工作量大大减小了。经过 DNA 查验，在张雨晨家发现的男士衬衣属于郑浩的，电话机和电话线上的指纹也是郑浩的。所以，凶手把张雨晨家安置成有入室抢劫杀人特征的案发现场，就是为了故意误导我们。这明明就是个情杀案件啊！郑浩有嫌疑，把他请来问问就知道了。张雨晨遇害前2天一直在联系郑浩，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他在催郑浩离婚，
那是不是张雨晨把他问烦了，他杀人了？不好说。但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郑浩。他是怎么死的？我们是在一个废弃的汽修厂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尸体被保鲜膜包裹着。你们确定这是张雨晨吗？经过 DNA 鉴定，我们100%的可以确认，尸体就是张雨晨。你跟张雨晨什么关系？朋友，普通朋友。你对情侣的界定是什么？你什么意思啊？我们调查了你跟张雨晨的通话记录，确定你和张雨晨是情侣关系。你们在一起半年，他希望你离婚，但你一直在拖。5月份见过张雨晨吧？我不记得了。我最恨这种在外面养小三的男人，尤其这种斯文败类，对吧，安然？就是啊，这种衣冠禽兽藏着掖着最恐怖了。依我看呀，这个郑浩就是凶手。你看，张雨晨的母亲反对他俩的情事，那张雨晨压力肯定很大啊。再说了，谁愿意一直当小三呀？所以案发当天，张雨晨把郑浩约到家里，想跟他好好谈谈。不是跟我说只要1星期吗？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啊？我和你说过了，没你想那么简单。这是你的事情，我们已经说好了，我辞职，你离婚，我们换一个城市重新开始。现在我已经辞职1个多月了，我跟过去一刀两断。你呢？你要做什么了？别逼我！我逼你怎么了？别逼我！说，别逼我！啊！那天晚上，他们俩肯定狠狠地吵了一架，郑浩就失手掐死了张雨晨。装！你再给我装！哎，雨晨，哎，雨晨。后来冷静下来，郑浩觉得不能把尸体放在家里，但是家中又没有合适的熨尸袋，所以随手拿起了一个手提袋。但是那个时候尸体已经发生了尸僵，塞不进手提袋里。他或许戴了手套，但他忽略了自己平时的生活痕迹。之后，他就拿薄膜把尸体包裹住，再塞进袋子里。最后，他拿走了死者的财物，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
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美丽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line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